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摄影构图的其中一种方法，叫对称式构图。对称式构图可以使画面布局更加规整。这种构图方式呢，大致分为左右、上下和斜向三个方向上，在画面中大致对等的视觉效果。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上下对称构图。我们把这张图上下分为两部分。画面的上方为建筑的主体部分，下方为水面倒影。建筑物和水下的倒影产生了对称效果，增加了艺术感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同样是上下对称，上面为建筑物主体，下面为水中倒影。我们在拍摄上下对称照片的时候，也可以将主体放在画面的1/3位置，合适的角度可以令画面更具艺术感。这张照片的湖面部分，照片会显得有些呆板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水面的波纹去形成变化。这张照片同样是左右对称构图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侧的树林形成了对称的效果。水面的两侧形成了漂亮的延伸，主体建筑在画面的正中央位置，使空间布局更加合理。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，这张照片的构图也是典型的对称式建筑构图。因为建筑物有很多都符合左右对称，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利用对称式构图拍摄建筑。在这张过街天桥的建筑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左右对称，同样上下对称，使画面整体感觉非常的平稳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图。这张照片同样是左右对称的构图，我们很容易看出左右石柱的对称，使照片显得格外的规整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斜向对称构图。斜向的对向构图并不十分常见，可以给画面增加几何线条的对称感。这张照片通过斜向的构图，使画面出现了三角形的图案。类似这样的构图就是斜向的对称构图。这张树林中的图片是通过阳光所投下来的阴影产生的对称式构图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拍得非常的漂亮，在远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光影所留下来的痕迹。通过树的阴影，通过延伸，使画面更有层次感和立体感。这张照片拍得非常有意思，首先它是上下对称的，然后是左右对称，仔细看还有这两条线，同时还有斜向对称。我们看这左侧的两个楼梯和右侧的两个楼梯，这样的构图画面呢，基本上包括了我刚才说的上下构图、左右构图，还有斜向构图，使画面的均衡感很强。而照片中的人物给整个画面增加了很多活跃的气氛，同时也给照片增色了不少。当我们在拍花蕊的时候，几乎都能拍摄到全面对称的照片。这是一张通过建筑物仰拍天空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对称关系，画面非常的稳定。这张同样也是仰拍屋顶的照片，所以我们在建筑物密集的大都市里，不妨多仰头看一看天空。只要我们能多留意观察，就能拍到一张全面对称的照片。对称照片的优点在于比较自然、安定，而且有比较庄重的朴素美感，比较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。但是这样的构图的缺点在于会显得画面有些呆板，缺少变化。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要多动脑筋，多观察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老李，我们下次见。